妄想当七国集团桥头堡，韩国能不能成为 G8，还得先看美日的脸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如愿加入七国集团一直都是韩国的愿望，在此之前举行的英国G7峰会上，韩国呢就已经受邀参加过会议。这一次在日本举行的峰会也毫不意外，尹锡悦又一次受到了邀请。在美国专家看来呢，韩国实际上已经加入到了这个俱乐部当中，只不过呢还不是正式成员而已。美国一些专家表示，无论是从经济、军事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上来看，韩国都已经具备了加入七国集团的资格。拜登应该在本次峰会上主动邀请并且推进韩国进入这一期的进程，让七国集团升级为8国集团。美国专家的建议一下子就让韩国媒体兴奋起来。据悉，在韩国国内出现了诸如全力展开 G8 外交、韩国能否成为七国集团的桥头堡等一系列的讨论。从这些充斥在媒体上的言论可以看出，韩国对成为 G8 的期望还是很大的。这一梦想真的能够达成吗？首先，对于韩国而言，能不能成为 G8 都要打一个问号，还妄想成为七国集团的桥头堡。别看韩国总统尹锡悦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为了能够融入到美国和日本的圈子当中，做出了各种努力，甚至不惜为此呢打上了耻辱外交和卖国贼的烙印。但加入七国集团这件事情上，韩国还是需要看美日的脸色行事的。而这两者呢，却将韩国成为 G8 的大门紧紧地关上了。首先，日本在韩国加入G7这件事情上呢，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的。虽然说韩日两国近期的关系不断升温，日本的反对声音呢可能会减弱，但是不代表他们会就此同意韩国入群。毕竟在这两者之间呢，还隔着独岛问题这座大山。尹锡悦为了缓和日本之间的矛盾，可以在日本强征韩籍劳工赔偿问题上妥协，但是他敢在独岛问题上妥协吗？可以说，独岛的问题只要有一天不解决，那么韩日之间就永远不会有和睦相处的那一天。其次，美国在韩国成为 G8 这个问题上也并不积极。据媒体报道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问到 G7 扩编的问题时是这么回答的：白宫对有关会员国变动一事一无所知。在分析人士看来呢，这意味着美国并没有让 G7 扩大的意愿和计划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呢也并没有此类提议。对于美国和日本，韩国该给的都给了，却还是摸不到 G7 的门槛。这次再次证明了，在美国和日本的心中，并没有真正将韩国当成盟友。尹锡悦之前呢，为了抱紧美日的大腿而做出的努力，也毫不意外的都成为了无用功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